我们都曾憧憬过不同的生活，追寻着理想中的家。我常常搬离熟悉的家，与家人入住民宿，去体验另一种生活，在旅途中寻找理想中家的样子。这次我们选了一套古民家作为旅途的目的地，房东是一对老夫妻，和我们一样养了柴犬，允许携带宠物入住。我想住看看古民家呢。古民家，我们在 Airbnb 上选择了宠物友好的民宿，得以找到这样一处独特的房源。石子铺就的小径延伸至庭院深处，这里是我们玩耍的地方。温丸和墩墩从绳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每天尽情地追逐奔跑，和我们一同享受快乐的时光。从每一个房间的窗户都能看到精致的庭院。走道上有一台高级按摩椅，透过宽大的玻璃窗能欣赏到院子的景色。自然与家居相融，时間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。こちらの設計士さんでお世話になって、女性の方でね、天井を取った時に、昭和5年。层层叠叠的梁柱相互交错，客厅采用传统的挑高设计，地面是肌理雕刻原木地板，头上是宽敞明亮的空间，脚下是原木温润的触感。开放式厨房与客厅相连，在烹饪和休闲中实现更紧密的联系。屏风和格扇细腻地点缀在房间的每个角落。浴室的天然石墙勾勒出独特的美感，桂木浴缸散发着清新的木香，沐浴时让人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。まさかね、第二の人生をこんなとこここでいっぱいいろんな子やった。もう人生楽しんだ。房东的一生钟爱做乌冬面，因此搬到日本乌冬之乡香川县，在这里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。他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人们。自己做的乌冬。他每天早上会端一碗亲自做的乌冬给我们。我第一次从一碗面中吃出了感动。理想中的家并非只是一个地点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属和内在的满足。在 Airbnb， 我收获了关于家的美好体验。它是理想中的夏天，无尽的灵感之源。下一个灵感又会来自于哪一间民宿呢？